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消费品当中，其实也像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消费品一样，存在着快消品和长久消费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前几年，有一个韩国的这个明星叫鸟叔，他那个风靡一时的骑马舞，那几乎一到年底各个年会啊，基本上各个单位都有人学跳这个。很快这个东西就不流行。小苹果出现了，各个单位开始跳小苹果，好多晚会都有这个。到了今年你再看，如果说谁年会上还跳小苹果，大家认为你 out 了，你很 low， 过时了。所以这个就属于我们说文艺作品里的快消品，快速消费，很快火了，但很快下去。但是有些东西呢，无论怎么着，时间流逝，这个东西经典就是经典。你比方《西游记》系列的故事，说为什么《西游记》的故事它比较经典？因为你看我们平常啊，没有人不喜欢听故事，而且你听的故事类型它都有一定的特点。《西游记》呢，就是把我们爱听的故事类型啊，基本上囊括了，一网打尽了。你比方说这唐僧，咱说了，他在这个取经之前那段过程，它是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啊，有大量的心灵鸡汤，怎么吃苦啊，怎么有成就。开始取经了之后这段呢，是个旅行的故事，讲自己的心灵如何得到陶冶，如何跟团队之间进行互动，这是一个旅行的故事。猪八戒呢，这一辈子呢就是个喜剧故事，咱们看热闹看笑话。沙僧的故事呢，是个办公室政治的故事，这里边有诸多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物应该怎么样在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为自己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那么孙悟空呢，比较复杂一点，美国人都喜欢孙悟空，为什么呢？美国人喜欢超级英雄，但是说孙悟空一生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一个超级英雄能定位的呢？不是。孙悟空开始取经以后这故事都可以说是超级英雄，但是取经之前，说白了，从花果山啊，东胜神州傲来国有块石头崩裂之后蹦出个石猴来，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他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底下，这段过程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草根英雄，白手起家，学会了本事，然后开始接触江湖的恩怨情仇。孙悟空的前半辈子，就是五行山底下之前这段，基本上就是一个草根英雄的江湖故事。说这我说你别不相信，咱们可以啊，根据我们看过的一些影视作品呢、文学故事，你看看凡是草根英雄出闯江湖的时候，跟孙悟空出道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咱们可以从头说，首先说草根英雄刚起来，任何一个英雄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本事的，他要经历很多磨难。咱们看那个《上海滩》里边，许文强，就周润发演的许文强，那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他刚到上海滩，没有权也没有势，自己能力也不大，他是在非常残酷的江湖当中一点点练出本事。就是草根英雄起来，他都有一个长本事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各种危险，甚至是一种赌博，稍不留神呢，自己命就没了，等于其实是呢拿自己这个命啊来赌自己的明天。那么孙悟空是不是这样？也是。刚开始草根英雄出现的时候没多大能耐，你看这个石猴从花果山上啊这块石头蹦出来之后，他其实和普通的猴子比呢，无非就更活跃一点，窜得更高，跳得更远，也就这个水平，他也摆脱不了六道轮回。那么他这个草根英雄，这英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有个老猴死了，哎呦，这时候孙悟空才意识到，那阵他还不叫孙悟空，没这名字呢，意识到这怎么就死了呢？他想到长生不老，这时候他就是一个有野心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个草根英雄起家时候没本事，普遍都有野心，他想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他跟其他猴说：“我呀，不甘心在花果山待着，我干嘛？漂洋过海，我找高人，我学本事，学长生不老之术。”就这么着整个皮筏子，树枝整上，漂洋过海的，从东胜神州来到西牛贺州，找谁呢？说传说这山上啊，这个斜月山三星洞啊，有这个菩提老祖。他去找这菩提老祖，其实在这个过程之前，菩提老祖到底有没有，他心里也嘀咕。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看《西游记》电视剧里描写的很细啊。他一个猴来到这集市上，学这个人怎么穿衣服，学人怎么点菜吃面条，不是就看人家怎么来。其实这个过程你琢磨琢磨，非常危险。你万一让人把他卖到耍猴那去了，万一让人给收拾了，他那时候孙悟空可什么本事都没有。所以这个过程充满着冒险，但是要想富走险路。草根英雄起家就是你啥也没有，能力也不大，你再不冒险，你什么时候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所以这时候孙悟空走的一条道路和我们看到的上海滩那个许文强啊，大上海里的程大器啊，还有真实世界里像杜月笙这些人走的都是一个线路，冒险求得本事。后来我们也知道到斜月山三星洞找到菩提老祖，菩提老祖也是点化他，但是这菩提老祖挺坏，教孙悟空的呢，一种是惹事儿的本事，72变；一种是逃跑的本事，筋斗云。其实从他教给孙悟空开始，孙悟空就注定要在这个江湖里兴风作浪。所以孙悟空这时候学成了，学成回来之后啊，这孙悟空可不安分。说白了，等于手里有2把西瓜刀了啊！72变筋斗云，开始了他真正的江湖。这段江湖一开始，孙悟空是有需要的，什么需要呢？他占山为王之后，成了花果山之王。首先，他要找兄弟，因为一个人成不了江湖，任何人可以没亲戚，不能没朋友，这是个规律。所以你发现所有的江湖英雄片里头，躲开不了的话题，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就说孙悟空的兄弟是谁？有人说那猪八戒、沙和尚，那不是师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说白了，师兄弟是在取经路上的同事。那么他的兄弟是谁呢？大力牛魔王。因为在花果山上，这些妖魔鬼怪凑到一块拜把子，孙悟空认牛魔王为大师，就是真正的兄弟。这里边得说牛魔王，这算是，但是结拜是结拜了，这个兄弟啊在一起喝酒没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兄弟之间发生一些恩怨情仇，往往是江湖片里最吸引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看着上海滩戏都能看出来，就丁力一天天变得阴险毒辣，就即使没有冯程程的事，丁力早晚也会对许文强开刀，一山不容二虎，因为他们的利益取向不一样，一个要借助冯敬尧，一个要消灭冯敬尧。在这个问题上，兄弟感情调和不了恩怨情仇，所以最后你看这个许文强和丁力弄到那种程度啊，被法国人弄死了，把他给暗杀了，结局非常不同。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孙悟空，他这个兄弟跟牛魔王，这不后来500年之后取经路上，这时候利益方向不一样了。牛魔王是个散仙，他呢有自个儿大老婆铁扇公主，还有个小老婆玉面狐狸。说白了，铁扇公主呢是他名义上的妻子，玉面狐狸呢是他真正喜欢的女人。所以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呢，一下子跟他这个利益集团的2个人发生冲突。一个3吊8吊扇里得罪了铁扇公主，过这个火云洞的时候把红孩给收了，看起来给红孩送到观音那儿当善财童子是个好结局。但是牛魔王这样的散仙受不了这个，我的儿子你给送到那么一个管教手里，在他眼里观音菩萨就是个管教，自己儿子就成犯人了。所以这时候孙悟空的利益取向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牛魔王是我逍遥自在，你谁也别动我。这哥俩难免在这个时候是转不成。那一幕真是咱感到替牛魔王的阶段，就最后兄弟结果也是反不成。
所以这是孙悟空和这些江湖人物没区别的地方。再一个，你能力一天天大了，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江湖有你这一号了，你就不去侵犯别人，别人也会找上你，因为他也在觊觎你的地盘，你的权利。你看孙悟空打回来没消停过，甭说跟牛魔王结拜，没兵刃呐，没这行头啊，怎么办？到东海龙宫去找龙王去，又是拿了人家一身盔甲，最后边大禹治水时候，这个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给弄走，这一下子他腕儿大了。这腕儿大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琢磨他，这个主不消停，要惹事儿，怎么办呢？这真正的江湖里头说了算的大佬啊，玉皇大帝，你看这不行啊，这个人不归我管不行啊，用什么办法呢？他一开始啊，用欺骗的方法，就说你在江湖上有一号了，就有人过来跟你套近乎。这我们在看这个黑帮片里头，遍地都是这事儿。你在这块闯出名堂了，马上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老大找你，兄弟怎么着这。这时候玉皇大帝派个大骗子太白金星下来了，找孙悟空，个小利诱惑你，把孙悟空整上天封个弼马温。结果这孙悟空一看弼马温没意思，最后露馅了，没拿他当回事，一个养马的小官，这么又下去。这时候玉皇大帝又派人来收拾他来了。有巨灵神，有哪吒、托塔天王，最后打来打去呢，又封他个齐天大圣，给你个虚职。结果这也是场骗局啊！孙悟空到天上再一看，什么齐天大圣啊，就是个虚职，人家这个开各种各样会，这个那也不带他。所以这后来呢，孙悟空再反下去，这个时候玉皇大帝把家底儿都舍出来，为啥呢？他发现这个草莽英雄啊，总想自个儿说了算，野心太大，不甘心是自己的马仔，不甘心成为自己的兄弟，所以这时候把家底儿都搬上来了。玉皇大帝用他外甥杨二郎加上这哮天犬，到底把孙悟空抓住了，太上老君给一金刚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英雄在江湖片里头达到人生巅峰之前的最后的黑暗。这时候孙悟空积攒的能量，为啥？搁到炼丹炉里头练出了火眼金睛。等孙悟空再反认识到什么朋友，这江湖里没朋友，别人不是憋着骗他，就憋着害他。所以在这时候孙悟空爆发了，接下来就是孙悟空人生最壮丽的江湖生涯的巅峰，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个什么过程？爆发。这个爆发过程就8个字，叫以寡敌众，义无反顾。所有的这个草根英雄的大爆发都离不开这8个字。如果他要是带着100人打1个人，那不叫草根英雄，那你欺负人的那是。所以他一定是以寡敌众，这才是悲情主义的英雄。还得义无反顾，打着打着跟人谈和了，那不行，那被招安了不是？你像宋江被招安了，你就不能称上一个彻底的悲情英雄。所以说孙悟空这是大闹天宫，是一场酣快淋漓的复仇，他的江湖生涯达到了巅峰。那么我们再看同样和孙悟空像的这些草莽英雄呢，只要涉及到这个时候，一定是这类文学作品里最壮观最痛快的一幕，就是剧情的高潮。你看这个小马哥在《英雄本色》里，最后自己拿着枪，当然不止一把枪了，孤身犯险跟敌人打，敌人多这子弹都不够。你看那个场景，吴宇森把他的暴力美学发挥的淋漓尽致，用慢动作来展示小马哥的枪法呀、扫地射击呀、起来射击、空中翻转射击等等等等，这场面拍的特别美。那我们再看电视剧这个《西游记》，虽然说这不是吴宇森导的，你看那过程也用了很多慢镜头，孙悟空打翻了这个，打翻了那个，把宫殿打塌了，把如来佛祖最后没招都给逼出来，就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慢镜头。其实你要是好奇的话呢，你不妨把《英雄本色》这段和大闹天宫这段一起推出来，你看场景非常像。虽然是不同导演不同风格的，但体现都是江湖人物达到了人生巅峰的时候那种义无反顾以寡敌众的快意恩仇。所以我们把这2幕推出来，你就看最终这是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巅峰。
可是呢，江湖人物你记住，达到巅峰越快，你死的就越快。为什么？真正的江湖血雨腥风，永远没有赢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你登到了这个权力的高峰，马上有人想取代你。就我们看《英雄本色》，小马哥是为了子豪牺牲了，可是他死了之后，警察马上来了，把狄龙演的子豪给带走了。为啥？警察是真正秩序的代表，就在这里头没有真正的赢家，你上去马上有人取代你，因为真正的幕后控制者是不会允许你在这巅峰待多长时间的。所以孙悟空刚刚登上的这个巅峰，拜一人头就是如来佛祖了，简简单单的5根手指头，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祖手势，一翻过来就应该把孙悟空压了，你的江湖生涯彻底。当然这个结局呢，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个。你像当年这个60年代我们拍那个动画片《大闹天宫》，我们小时候看的啊，很有意思，看完了都解气。为什么呢？他大闹天宫之后，不是如来佛祖把他压下来，是孙悟空返回花果山，跟猴子猴孙自由自在的玩耍回去了。当然这动画片多数时候给孩子看，你得有个美好的结局，把孙悟空这形象弄完整。当年创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其实在真实世界里头，他闹完天宫就回到花果山，玉皇大帝岂肯善罢甘休啊？你把我的秩序捣稀巴烂，然后你还逍遥自在，我还怎么一统天下？江湖规矩哪儿去了？所以真实世界里不可能有这种逍遥世外的草根英雄。你别想作了一通闹了一通啊，万人敬仰的时候，最后你超然世外还能得善终？不可能。所以你看后来电视剧也好，其他作品也好，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个悲剧，如来佛祖一反手把他压住，他的江湖生涯彻底就结束。这得说孙悟空呢，上天生的石猴，弄不死的。如果他要是凡人的话，能耐再大就是难逃一死。我们看江湖片里所有的当了大哥的草根英雄，到最后都难逃一死。有的说不死是啥？进了监狱，若干年之后再出来，物是人非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你再也回不去过去。所以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底下呢，仿佛如同江湖大哥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500年之后，孙悟空再出来，那可不是那样子。因为在五行山底下这500年，孙悟空是经过了大彻大悟的，他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江湖生涯，他意识到想当老大的日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帮你做老大，也没有真正的朋友认你做老大。你只要想到那个位置，就有人马上整你，你一天都做不下去。所以这时候孙悟空意识到，我不能从权势的角度来实现我这一生的价值，那我靠什么来实现呢？我要体现我的价值，要靠什么来后能够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巅峰呢？这时候孙悟空已经酝酿出了一个超级英雄的想法，所以取经的过程是孙悟空实现超级英雄梦的过程。中国现在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是根据好莱坞已经拍过的经典片子，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复制。那么好莱坞大多数的经典影片类型呢，我们的电影圈里都曾经复制过，唯独有一种类型叫超级英雄片，在我们中国电影的屏幕上还没有出现。什么是超级英雄片呢？超人、蝙蝠侠、钢铁侠、蜘蛛侠。虽然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那可是几百年之前就出现了一个比美国那些超级英雄厉害得多的英雄人物。谁？孙悟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如果我们分析一下，500年压了孙悟空五行山底下，然后唐僧把他救出来，他开始取经，最终到最后封斗战胜佛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西方电影里超级英雄片的再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看看西方电影的超级英雄片，它里边的超级英雄经历哪些过程呢？第一个，都有一个比较悲惨的身世。第二个，获得超能力之后都有那么一段滥用超能力的时间，我们说撒欢时间。第三个呢，他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人生的导师，
这导师告诉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什么是正确的。第4个，就成为超级英雄阶段，他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人生的价值，甘愿放弃自己原先认为宝贵的东西，来成全这个世界，成全别人。他从此成为脱胎换骨的超级英雄。那么，如果我们把孙悟空的取经之路你捋一下，你发现一样都不少，正好和超级英雄出现、发展、进步，最终达到这个境界，完全是一样的。咱们可以从头数一数，你看，说超级英雄第一个得有悲惨的身世，这个很好理解。咱们看这个好莱坞片子，比方说这个蝙蝠侠，蝙蝠侠本来是个挺幸福的这个小康之家，结果呢，一家3口看话剧去了，回来在路上，他爸他妈让人给枪杀了，眼看着自己爹妈死，他成了一个只有钱的孤儿了，这就挺惨了，没爹没妈了。你等蜘蛛侠呢，甚至呢自己爹妈在哪儿全不知道。就是超级英雄往往有这么一个悲惨的身世。那么说孙悟空的身世悲惨不悲惨呢？咱可不是说从石头蹦出来那刻，而是在五行山底压着，压了他500年。西游记原著里写呢，说这500年他干啥呢？这如来佛祖告诉当地的山神，你看好他，他如果要是饿了呢，就喂他铁丸子吃；如果要渴了呢，就把化了那个铜汁儿铜化成的汁儿喂他。你想一下，这能叫食品吗？说白了，就是让他嘎达嘎达牙，有点嚼的东西而已。反正孙悟空这个铁嘴钢牙也无所谓，就靠吃这个。而且孙悟空是个什么人呢？活泼好动啊，猴嘛。你把他压到山底下，你说天底还有比这个更难受的事吗？所以当年这个《西游记》在拍到这儿的时候，严肃老爷子，咱们著名的这个词作家，他写这段的时候呢，写了一段歌词，写得非常好。我现在好多观众朋友记不起来了，不过我一唱你能想起来，叫他多强是棵小草，远离那荒郊野外。这一幕，孙悟空抬着头看天空上那个大雁，旁边那小草，那种劲儿就能把人看掉眼泪，就无限的渴望自由。所以他这500年压在五行山底下，凄惨无比，非常惨。所以这是超级英雄必有的悲惨身世。为什么呢？当这个悲惨身世这页接过去，超级英雄的潜能才会得到无限的焕发。你看，咱们说不光是我说《西游记》电视剧，你看《西游降魔》，黄渤演的孙悟空压到山底下，在山洞里什么状态？那脸都是苍白的，见不着阳光，而且在那都呆神经了，就跟疯了似的。所以一旦有人来了，还教夫妻演的段小姐怎么斗舞勾引妖怪，人都是精神病。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注意，一旦他获得自由之后，他要释放，憋屈太多年了，这个释放的能量往往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的影视剧作品里呢，反映出了孙悟空释放能量之后的可怕，也有一些玩闹。比方说可怕，这个《西游降魔》里就这孙悟空真正穿上来，你看多狠，打死这个打死那个，甚至对唐僧那个样子，就是他压抑太多年了，他要把心里这个郁闷以恶的方式去化解。那么《西游记》电视剧里头呢，没有这么的把孙悟空这种恶的能量无限挥发，但是也写他如何发泄自己。你想，当时唐僧呢把阿玛尼妈咪红6字真言接下来，山崩地裂，孙悟空从五行山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感激唐僧，师傅，人家告诉我在这等取经人，你就是我师傅。他对唐僧当时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把我救了，我知恩图报，我得感谢你。那个时候孙悟空对取经没有概念，至于说佛对他的影响没啥，他还是如来佛祖当年给我压下这点印象，他只是单纯的感激唐僧。所以说观音菩萨说你呀得保唐僧取经，他当做报恩的举动。
就说白了，我反正出来了，我也没事干，我跟你一路西天取经，当旅行了，当玩了，我顺道我保护你，我报恩。所以一开始孙悟空就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他身上积攒了大量的能量，因为500年那伸胳膊撂腿了，所以接下来孙悟空的恶出现了，闯祸了。怎么闯祸？那阵猪八戒这些人都不在身边，孙悟空保着唐僧往前走，在山林里碰了6个强盗啊！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在，叫他死了给我留下买路财，威胁唐僧。孙悟空一看，还有跟我比横的，这棒子拿出，噼里啪啦把6个强盗全给打死。这下子坏了，闯大祸了。有人说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打这个打那个，这打几个强盗算什么？那不一样。因为他大闹天宫的时候打的都是天兵天将，你打败他，你弄不死他，那都人都不死的。你这里你对的是凡人，在凡人这块你打死人就是杀生，强盗劫你道，罪不至死，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惩罚了。而且唐僧笃信着佛教啊，5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你头一戒杀生你就犯了，所以当时唐僧受不了了。受不了在哪儿？第一，你杀生连伤6命，我不能容你；第二，你杀完人，我教育你，你还不听话，就当闹着玩似的，跟撵死个臭虫似的，这还了得呀？你不能拿杀人当儿戏呀！我怎么能让这人陪我去取经呢？这我不能容你了，你赶紧给我滚蛋！当时孙悟空也来气，一听师傅说2句重话，猴子脾气嘛，好酸脸嘛，一个筋斗云拉倒。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不干了，去哪儿呢？去东海龙宫了。多少年没见了？他当年这些设备都从东海龙王那弄的，他又去到东海龙宫去，把老龙王吓坏了。你又出来了？一看这冤家又来了啊！一问，哎，听说大圣保了唐僧取经，为什么有这般功夫到我这闲逛啊？孙悟空说了：“哎呀，把那师傅烦死了，摸不到刀，我杀几个人什么？要说东海龙王啊，真是个好人。当年不光给孙悟空东西，这时候劝孙悟空：大圣，你比不得500年前花果山逍遥自在。你现在呢，菩萨点化你，让你保唐僧西天取经，将来修成正果，这是正事啊！怎么能因为一时斗气儿，你跑我这儿来了？你这不耽误正事了吗？赶紧回去，那是正事儿。”这孙悟空一想，可也是啊。观音菩萨说：“为什么唐僧救你？你得保他取经啊！”一个筋斗云，他又翻回。可是再翻回来这一段，孙悟空打死6个强盗，就是我说的，获得超能力之后，这种能力的释放。这《西游降魔》里释放大发了，到《西游记》虽然收的比较紧，但是也是恶的释放。这个就好比什么呢？我们看当蜘蛛侠被蜘蛛咬了一口之后，获得超能力，马上到一个废旧仓库试去，然后全纽约城的撒欢，因为这潜能在身上之后，他撒欢啊，他闹啊。孙悟空这个，或者说他大恶，或者是小恶，他就是潜在能力的一种释放，就是超能力的一种滥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制止他，他的恶无限发挥，这就会走上悲剧的道路。那么超级英雄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生的导师来规范他。那么孙悟空的人生导师是谁呢？毫无疑问是唐僧。唐僧怎么把他带上这条道呢？说白了，手段不是很光彩，有蒙，有吓唬，有强迫，有感化，反正训练这个顽猴不容易。咱们刚才说孙悟空一个跟头又回来了，可回来这么会儿功夫，唐僧这边已经有高人给出主意了。观音菩萨传了他紧箍咒，给了他一身衣服。回来之后呢，这我们都知道，这身衣服让孙悟空穿上，帽子戴上，就开始念紧箍咒。要我说，唐僧啊也不算啥好人，坑蒙拐骗都会。怎么呢？他为了逗孙悟空上道，这招想的非常高明。孙悟空回来呢，他假装打开自己的包袱，找里头东西，除了袈裟呀、度牒文官这些东西，哎，把那身衣服弄出来了，还挺漂亮。这猴子看什么都新鲜。哎，师傅，原来你这里头没这个，这哪儿来的啊？这我以前的衣服，你没见过。
这个衣服是那样啊，你要是把这帽子戴上呢，不会念经你也会念经；把这衣服穿上呢，你不会这个做工序、做衣啊、行礼啊，你都会了。哎，这些事你都会了。孙悟空好奇，还有这功能呢，他很好奇。唐僧一点都不着急，我让你自己上套。要不说唐僧老骗子了，他一点不着急。他说这个衣服是我自己的。孙悟空说给我穿怎么？哎呀，给你。倒是也不知道合不合身，这玩意儿还不一定合身呢。啥意思？逗人孙悟空是，你看这招下，他马上给你穿吗？孙悟空没准怀疑，怎么这么痛快呢？我师傅一往约束我这个，约束我那个，还给我缝个虎皮裙，怎么突然把这衣服肯给我呢？所以他越这么说，孙悟空，哎呀，我试试，师傅，没准就合适了呢。把这衣服拿起来穿上，帽子戴上，这一戴上，唐僧一看，阿弥陀佛，我得试试，我说。开念九兽，把孙悟空疼的，哎呀，师傅怎么回事？你看听着念知道。唐僧停下，孙悟空说：“好啊，你设个套让我钻，要不说他这时候他的恶没消除呢。这点事儿他恨唐僧，把金箍棒拿出来就要打死唐僧。唐僧接着念，啪当他又躺了，上去不了这紧箍咒。如此3番5次，孙悟空算服了，知道只要师傅一念紧箍咒，自个儿准玩完。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算死心塌地的，我跟你西天取经，我不敢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时候孙悟空身上没什么佛性，说白了被强迫的，就去得去，不去得去。说白了，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教化只是潜移默化的，反正你今天听进点，我就多跟你说说佛经的事儿，明天我再说。就这个时候这种方法，强制方法治标不治本，孙悟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那么唐僧作为他的人生导师，借助一次关键的变化，让孙悟空大彻大悟。什么关键变化？3打白骨精。就这时候孙悟空还是想着我保你西天取经报恩，他还没有上升到我人生的使命感是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怎么体现，他还没到这个高度。他只是觉得唐僧挺重要，我师傅你把我救出来，观音菩萨也告诉我保你取经。那么到3打白骨精的时候，这事儿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就是激烈的冲突出现之后，当冲突平息的时候，人都会经历一次大彻大悟，如同两口子吵架，吵得特别激烈，打的你回娘家，他到办公室住去了。一旦要和好，俩人都得琢磨琢磨，你说咱俩这何必呢？这干啥呢？挺好的两口子，你鸡飞狗跳，你电视都让你砸了，以后可别这样。那你说那伤人的话，一张嘴就你自私，把我怼墙角了，我怎么办？俩人都知道反思，所以一定要经过一场大变故。这个大变故是什么？就我们说3打白骨精。3打白骨精呢，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啊。白骨精一看呢，孙悟空能耐大，哎，他琢磨，我在这地方等你，怎么等呢？把这个老爷子、老太太、闺女一家3口他都给吃了，然后变化成这3个人的模样。一看呢，孙悟空呢，这地方没吃的，八戒、沙僧看好师傅，我走，去就回来化缘，然后在地上呢画个圈。当然有人开玩笑，唐僧不出圈，因为里头有 WiFi 信号，外头没有吧？这都现代人扯淡的啊！唐僧在里边，这时候白骨精呢琢磨害唐僧，先转化成那小姑娘。那猪八戒一看，哎呦，女施主，口水都下来了。小姑娘又给拿馒头吃。这时候孙悟空回来了，一棒子把这个小姑娘打死。当然这是白骨精真身跑的，尸体扔。唐僧一看，阿弥陀佛，你怎么杀生呢？孙悟空这时候忍了，为啥忍了呢？这师傅肉眼凡胎，不像我火眼金，他不知道。你放心，白骨精不会善罢甘休。等我把他逮住了，哎，跟师傅有交代。接下来就第2番，老太太出来了，也让孙悟空打死。唐僧受不了，念紧箍咒，孙悟空也忍了。到第3番，那老头出来了，哎呀，老伴儿啊，女儿啊，俩事扣到一块儿，唐僧受不了。你看看，人家本家来找来了，这孙悟空一看你还这样，死追上你都不管唐僧念不念紧箍咒，忍着这疼痛，把这老头弄死，完死追白骨精，把白骨精弄死。可是这一幕唐僧看不着，俩人闹起来了。因为你这么，我教育你这么些年，你还杀生，还能不能跟我取经去呢？哎，说这时候天上飘个黄绸子，再留悟空，难取真经。唐僧上道了，都带着气儿，你顶着我顶着，
孙悟空一看，我不伺候你了，一翻跟头说花果山。那么接下来的事大伙都知道，再遇到妖精坏了，八戒沙僧没那么大能耐，这把师傅给抓走了。沙僧说：“我看着行了吧，二师兄麻烦你到花果山请大师兄去吧。”猪八戒到花果山，孙悟空一看你来了，我招待你好吃好喝，只字不提回去的事儿。猪八戒没招了，最后只能亮底牌了，说真实情况，猴哥啊，师傅有危险。就师傅有危险这5个字如醍醐灌顶，亚塞半截空一个惊雷，把孙悟空给打醒了。怎么打醒了呢？孙悟空突然一听师傅有危险，因为他取经路上时时刻刻牵挂的就俩字师傅啊，师傅让妖怪抓走，腾他就得去；师傅饿了，腾他就化缘去，这都形成条件反射了。猪八戒一说师傅有危险，他突然间想到，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该在花果山占山为王吗？不是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呀？保护师傅，西天取经。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年了，过去的江湖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也不可能占山为王当老大了，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你能耐这么大，谁都会来找你的，不是骗你啊，琢磨害你啊。只有保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最后才能顺利进入公务员团队，才能有体制外进来。这个事儿，孙悟空在取经路上脑袋里想了几千万遍都不止。我的人生最大价值怎么体现？我得保唐僧取经啊，这是我的使命啊！而且为了这个使命，我可以不逍遥自在，我牺牲我的自由，陪这几个人西天取经。就是到这个时候，他终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个时候，孙悟空就开始了对自己使命的一种拷问：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应该处在什么样位置？哎呀，我只有取经才能完成我的使命。我不再是过去的我，所以这一下子幡然改悟，再回去陪着唐僧取经。你接着再往下看，3打白骨精之后啊，好像孙悟空跟唐僧吵起来就没有了，师徒就和和气气的。为啥？想明白了。这个时候孙悟空才真正的对化为一个超级英雄，就他这个时候脱胎换骨了。他知道超级英雄应该做什么，应该为了这种使命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所以最终西天取经成功，获得了斗战胜佛这么一个封号。所以你拿孙悟空这个历程，我们和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比一下，不论是超人呐，还是蝙蝠侠、钢铁侠呀、蜘蛛侠呀，这些形象，你看跟孙悟空一比，都是这么回事，身世悲惨，然后获得超能量之后的释放，人生导师给他规范到正确路上，最终牺牲小我，成全别人，上升一个层次，成为超级英雄，不惜牺牲自由和生命。这是所有超级英雄必经之路。你看孙悟空差一样了吗？1、2、3、4一样都没差。所以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学里头啊，有绝对的超级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丰富性甚至远远比好莱坞片里那些主题英雄他的形象更丰满更伟大。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超级英雄的传统，可是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却拍不出一个超级英雄呢？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了解《西游记》并不是看吴承恩的原著，而是看了这个87版的那个六小龄童演那个《西游记》，包括后来各种电视剧版本的《西游记》，其实这和原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那么我说的那10集《西游记》啊，在网上啊，还是在观众朋友当中啊，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你说那不对，有人说我怎么没发现这个呢？还有人说你说的太好了。咱就这热乎劲儿，咱再给大伙说说，再说这么5集和《西游记》有关的。说的什么内容呢？你比方说，咱都认可《西游记》第一主角谁呀？孙悟空，很多人就冲孙悟空去看的嘛。那么咱们前面10集就没有说到这孙猴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他不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您说这个太简单，孙悟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孙悟空呢，在书里头写呢，话说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花果山，有这么一块石头，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有这么一天咔嚓炸开来，里面蹦出来石头。其实这个说法呢，
在民间有很形象的解读。比方说咱们有的时候家里老人一说到谁对谁不近人情，表示不屑一顾，你怎么的没爹没妈呀，你石头里蹦出来的，这在民间咱们经常能听到这话。这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这个人没人情味儿，你怎么跟石头里蹦出来的似的？这就是说孙悟空没爹没妈，天生地长。那么吴承恩为什么要这么写孙悟空呢？其实这里头大有深意。那么把孙悟空设计成石头里蹦出来天生地长，它有个好处，就是此人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因此不受任何人情的约束，可以无法无天，不要人脉，不是社会关系。所以他这么写为的什么？为的将来孙悟空大闹天宫，谁劝我也不听，我不在乎那个什么玉皇大帝，什么如来佛祖都不在乎。所以他这么写孙猴的来历是有深意的，是说他将来会无法无天，天上地下让他几乎给闹遍了。那么其实这个闹仅仅是孙悟空开始，你会发现一开始他是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一直到大闹天宫之后，如来佛祖一伸手把他压到五行山底下，等他再出来那不行了，你不能这么无拘无束，无法无天，你得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当中。所以保着唐僧确立师徒关系，和猪八戒沙和尚确立师兄弟关系，然后这一路上规规矩矩，历经9981难，最后成为斗战胜佛，修成正果，回到正常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孙悟空从未经驯化到经过驯化到修成正果，他由开始无法无天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猴子。所以《西游记》是体现了这个过程。包括孙悟空这名字，他为什么叫孙悟空？谁给他起的？他原来他没姓啊，天生地长，哪有人你没爹没妈，谁给你姓？谁给你名？这个名字是他师傅给的。他师傅是谁咱们都知道，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菩提老祖，这就是暗示着他跟佛教的缘分。悟是什么？领悟、觉悟、修炼。你像咱说和尚，和尚什么意思？就是觉悟的人叫和尚。所以这悟字指修炼。空是什么呢？咱们经常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到了修炼到一定程度啊，你就到无我境界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说的是孙悟空经9981难，到最后修炼到无我的境界。他是说的是佛教一个修行过程，所以他这个名字和他出身来历都和孙悟空后来的故事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有人说吴承恩他怎么这想象力这么强，能造出这么一个孙悟空的人物？他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这个孙悟空也是有来历的。他这来历呢，现在给总结有那么4、5样。有人说根据这根据那个，其实很可能是吴承恩来个组装合成，把各种传说揉到一块儿。你比方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呢，这不是唐僧西天取经，西天取经到哪儿呢？就天竺，到印度。所以说这个猢狲应该不是指猴，而是指猢僧。猢僧这是谐音。猢僧是什么？外国和尚。就是孙悟空本来来自外国和尚，就说这个唐僧呢西天取经，到了这个中亚地区，又到了南亚地区，这一道上见到很多胡人，就外国人。在当时中国人眼里看来呢，这胡人这汗毛比较发达，长得这高鼻深目，中国人认为这都没进化好的，跟猴似的，所以管这猢僧猢狲有这么给起外号的。所以有人就怀疑说这个呀，恐怕这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这其实是某个猢僧外国和尚陪着唐僧，还真有这根据。在陕西榆林呢，有一个这个佛教的石窟，里头有一幅壁画叫《唐僧取经图》，就在唐僧身边呢陪着个外国和尚，身上这毛发很发达，名字叫石盘陀，外国和尚，长得尖嘴猴腮的，雷公嘴，你看着跟孙悟空差不多。有人就怀疑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真事儿，就是一个猢僧外国和尚陪唐僧取经。玄奘法师回到西安之后，有人把这段记下来了，吴承恩根据这个创造出孙悟空形象。
还有的认为说，你说这是外来说，我不支持这个。咱们自己国家就有这悟空，咱都知道和尚法号前头带个释字，表示是佛家子弟。少林寺方丈永信和尚叫释永信。这唐朝的时候呢，比唐三藏唐僧晚40年，有这么一位和尚叫释悟空，法号悟空。他呢是在唐僧之后也去西天取过经，是跟着唐朝使者呀出使西域。这个人的俗家名字呢叫车凤朝，大概跟唐朝使者出去是公元751年。这人回来之后呢，也翻译了不少佛经。有人说，你看他叫释悟空，还在唐僧之后40年去的，吴承恩是不是就把这真事跟这揉一块了，也叫悟空？这也完全有可能。当然呢，这是很多人赞同观点，还有一些小众一点的观点呢，是由一些文化学者提出来。你比方说鲁迅提出来这个孙悟空根本不是舶来品，跟外国没关系，他就是咱们本民族的。他找什么根据呢？说你看《山海经》里头有这么段故事，就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经过淮河，这个淮河兴风作浪，经常决口。谁干的呢？淮河有个水神，这水神名叫乌之奇。这个水神什么模样呢？身高大概就是几十丈，顶天立地。长相是什么？就跟猴一样，也火眼金睛。说这水神总闹事儿，最后大禹来了，一看这不行，我得收拾你。大禹施法术，把这个水神乌之奇压到了龟山底下。你看，孙悟空是压到哪儿？五行山底，这压到龟山底下，多像啊！唯一不像的说他孙猴哪有那么高啊？其实这还真有根据。咱们看《西游降魔》没有？最后那个大日如来，金刚掌往下一压，孙悟空转化成一个什么？你看这哪孙悟空，这不金刚吗？这跟好莱坞的电影金刚差不多。吴之奇就是金刚那个形象。有人断说，这鲁迅先生就说跟这个胡僧没关系，他是咱们自己土生土长的神仙，叫乌之奇，被压到山底下了。吴承恩听说这事儿了，那咱把这写进来吧。当然我们知道跟鲁迅当时并列的有另一位文化大学者胡适。胡适和鲁迅观点不一样，说他还是舶来品，外来的。哪儿来的呢？印度有一部鸿篇巨制史诗，这个史诗里边呢就曾经提到了有这个书。这史诗名叫《罗摩衍那》，就有点类似荷马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类史诗。说这里头呢有那么一个神猴叫哈努曼，说这个神猴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他也有根据，这神猴法力无边，也会变化，那孙悟空会72变。而且这哈努曼的诞生年代比唐僧取经的年代还得早1000年。咱们都知道，但凡我这作者要根据传说写书，要是传说那年头短不了，要很短他不可能流传那么广，所以他早了1000年，有可能这事儿就过来了。所以胡适认为呢，孙悟空原型神猴哈努曼。你看刚才我们说有支持本土诞生的，有支持是外来品的。总而言之，我猜想吴承恩听的绝不止就这点，他肯定是这4、5件事掰开了揉碎了，最后弄出个孙悟空来，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点特有意思的是，你翻开《西游记》原著，你发现一个事实，咱们说《西游记》第一主角谁，咱都认为是孙悟空，可是原著你翻开，你统计一下，你就发现写唐僧的笔墨要多于孙悟空。那可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认为孙悟空是第一主角呢？其实是让很多影视作品给闹的。在京戏里边，咱说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单有一行当就是猴戏。在京戏里头能跟猴戏并列的还有一种戏叫老爷戏，就关公戏。你说这两个能在众多行当里单独以个性人物来命名，就看出他影响来了。这猴戏呢，过去咱们有位京剧名家李少春演猴演得好，当时他在台上演这个像真假美猴王啊，像闹天宫啊，三打白骨精啊，
那基本上万人空巷，买不着票。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在这50、60年代啊，李少春演三打白骨精，毛主席带着当时的政治局领导都来看，这是猴戏影响特别大。那对于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呢，小的时候看的最有意思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开名誉的动画片。那时候我们的动画说白了，什么日本动漫那都跟咱后头呢，这些年人家发展比咱好，咱得承认。那时候他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动漫水平。这个大闹天宫呢，做的非常精细。最有意思的孙悟空的脸大家还记着吧？可好玩了，一个桃形脸，绿眉毛，大红裤子，虎皮裙，看着特精神。怎么来的呢？当初创造孙悟空这形象，这个画一稿，那个画一稿，动画嘛都不满意。最后有人就琢磨怎么办呢？那你看孙悟空猴愿意吃啥呀？桃，得就用桃当他的脸，把这桃倒过来就是他的脸。那绿眉毛怎么来的？桃上面是俩绿叶呢，绿眉毛。在这个形象非常符合我们对猴的认知。这大闹天宫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光是靠这个京剧这种舞台艺术和这个动画艺术，不足以让孙悟空扎根在每个人心里。孙悟空扎扎实实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那还得说咱得说87版这个《西游记》，当时杨洁导演导的这个《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演孙悟空，这个可在咱心里啊，那算扎扎实实扎了根儿。那么我们现在一想起来，说孙悟空，你要想那活灵活现的形象，保准是六小龄童演的吧？当初他是怎么演上的呢？本来这个杨洁导演呢挑人，说谁来演孙悟空，就想到了有南猴王之称的张宗义。这张宗义姓厉早张，谁呢？就是六小龄童他亲爹。这个张宗义一家演猴戏，他往上面查，他爷爷叫活猴张，他爸爸叫赛活猴，到张宗义这辈儿叫南猴王。说北猴王是谁？就我前面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南猴王张宗义，找到张宗义呢，张宗义说我岁数大了，真力不从心，拍戏跋山涉水，当时80年代条件还差，我真扛不下来了。那么当时他家里头也不是没人，可惜的是出了一些变故。这不是张宗义成为南猴王，他6岁的时候就能登台，所以艺名叫六龄童。这个张宗义的儿子就是我们说六小龄童张金来的亲哥哥，叫张金星，艺名叫小六龄童。他爸爸叫六龄童，他叫小六龄童。这个孩子戏非常好，可惜的是16岁那年得了白血病了。所以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励之下，这个张金来本来小时候都不打算学这个了，开始跟着爸爸，等于是接过他哥手里这旗帜，开始演猴戏。那么你看自己哥哥叫小六龄童，他不能再叫这艺名了，得到个吧叫六小龄童，他爸爸叫六龄童。所以这个时候老的南猴王张宗义把自个儿这个儿子六小龄童张金来推荐给杨洁导演，说你看我这个儿子不错，能不能演？杨洁开始没相中他，为什么呢？这个猴啊火眼金睛，你像我这不可能演，你戴眼镜近视眼散光你怎么演？张金来当时什么状况？400度近视外加散光，你这近视眼人摘了镜子看人呢就发死。所以这杨洁导演一看这人能演孙悟空吗？冤头耷拉脑袋，再加孩子还内向，看身上倒行，那一学猴戏的那能不像吗？抓耳挠腮那劲儿都像，就是眼神不行。行，备用，我再考虑考虑别人。转了一大圈又挑了5、6个都不行，最后没招了还找他吧。找他可是找他，我得告诉你，你这眼睛可不行。张金来想个办法，怎么练呢？你看猴那个眼神他就练出来了。
所以后来演电视，你可绝看不出六小龄童是400度近视外加散光。当然演这个猴戏他得遭不少罪。怎么遭罪？你看比较典型的就是化妆，那是条件差呀，那猴毛得往上粘。当时剧组里一提化妆都头疼的俩人，一个是六小龄童，一个马德华，就演猪八戒呢，你得往上粘猪脸吗？他俩化妆时候才客气呢，猴哥您先请，呆子你先来，他俩还让。为什么让呢？先化妆化完了，你为了开戏你不得等待后化妆呢？等于这东西在脸上又多粘1个多小时，所以俩人总客气，您先来，呆子你先来。最后化妆师等一块来吧，你俩别给脸不要脸了，来吧。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都条件是非常艰苦，但是你不管怎么艰苦，你后来看拍出这效果非常好。虽然当时这特技呢没有后来几版《西游记》那么炫，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刻画，这个演技水平是很高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孙悟空是第一主角，他实际跟影视剧这种立体轰炸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呢，比唐僧本身要更鲜活，也正是因为影视剧这种改变，才造成了我们了解到的孙悟空比原著版的更高大、更伟岸，所以他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而且后来好多作品呢，它比原著发展的更多。你比方说，我们看原著里头写孙悟空啊，有猴啊，也有人性，也了不起，72变，神通广大。可是唯独《西游记》里没写到孙悟空爱情，连个母猴都没提。可是后来的艺术作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了。咱都知道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又是白晶晶啊，又是紫霞仙子啊，就把孙悟空写得非常深情，最后看透了情感，看破了红尘，才跟着唐僧取经。而且取经路上，那不是周星驰和朱茵在城墙上拥抱，这孙悟空给施法术让他俩在一块儿，然后扛着棒子一路溜达过去了。那个结尾令人感觉心神荡漾啊，就说孙悟空还是未能忘情。这个等于在艺术领域呢，就把孙悟空这形象给弄得格外芬芳。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从《西游记》到影视剧，基本把孙悟空方方面面的东西给写全了。你比方说《西游记》里把孙悟空这猴性立起来了，把孙悟空的神性立起来了，由猴到神，中间人这个环节《西游记》也写到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也拍到了猴、人、神，猴性、人性、神性。可是没完，到现在艺术作品的发展又补上了孙悟空一个最原始的本能特性，那就是兽性。他毕竟是野兽，这个兽性怎么体现的呢？就是《西游降魔篇》里边那个随便吃人，那个凶残狠毒的孙悟空。